同样是当年选秀出来的女团，发展却天壤之别。有的团出道之后活动代言拿到手软，而有的团出道之后却被打入冷宫。这个团体就是 GOF Girls on Fire， 出道至今仅仅只有一张专辑。当初经纪公司野火娱乐曾做出承诺。GOF 不仅会有组合专辑、演唱会，表现优秀的成员还会被支持发行单曲、出演电影，但这些统统都没实现。粉丝指责经纪公司违背选秀承诺，野火娱乐则表示 GOF 的新歌曲计划已经启动，只是因为疫情关系才影响进度。但对于粉丝要求的公布明确时间，他则不愿给出承诺，反而强调前年花在该团身上的投资至今都没收回本。据成员透露，团体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，自己也收入甚微，家人也不支持，劝说转行。如今这般境地确实让人遗憾不已，宝宝们应该也是初次听到他们吧？没想到却是以这样的方式。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团体：台湾7人女子音乐组合，2020年6月12日，野火娱乐连连看娱乐制作，由杨丞琳及潘玮柏担任首席导师，陈汉典担任助教的节目《灵儿世代》。Dancing Diamond 的52，简称滴滴52正式播出。节目将104位参赛者分为扑克牌的4个花色组合，并以每个花色个别成立风格各异的4个子团互相竞逐。其中节目中代表红星的烈焰之星经由导师的评分，最终排名第1名。当日节目播出后立即出道，成员由知璇、葛晨宇、夏娜、曾韵凡、艾比、黑黑、蝶香组成，于2020年9月5日出道。出道当日发行首张数位同名专辑《Girls on Fire》，团名 GOF Girls on Fire 象征如火焰般的女孩，以无限的热情与奋斗精神，在舞台上拼尽全力，舞动性感魅力，意义很美好，但却没有像火焰一样越烧越旺。出道以后，2020年出席的活动一共有8个，2021年出席的活动一共有9个，代言1个。小新在统计数据的时候，特意关注了一下，这些活动的场地大多都是在公园、广场，大型的舞台寥寥无几。YouTube 上的粉丝有4200个，Ins 上的粉丝1.1万，甚至比不上一些个人账号。这样心酸的数据说明女团在台湾发展举步维艰，爱豆生存环境不好，市场的饱和导致没有这些新人的出头之日。同样作为选秀出来的女团火箭少女101，虽然团体不缺资源热度，但也只是限定团，最后只能遗憾收尾。在团期间，公司的运营频频被吐槽，让粉丝大失所望。2018年10月20日定下火箭少女的飞行首唱会，结果提前1天才说首唱会改为见面会。官方表示是因为场地的不可抗因素。什么不可抗？其实就是瓦迪基瓦没有对这次演出活动进行报备，所以不能进行演出活动。这么大的公司连一个场地都解决不了，这样的运营团队真的是一点都不专业，而且很不负责任，提前1天才说。实际上这个首唱会场地非常小，能拿到这个活动的入场票的人基本上都是各个爱豆的忠实粉丝了。有很多粉丝因为首唱会请假，甚至有的专门从海外过来看演出，就是为了这一次11个人的舞台。但是如果哇唧唧哇的6粉行为到此为止了，那你也太小看这个公司了。接下来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，场地不仅仅小，而且完全没有准备凳子，所以最后为了兼顾前后排的人都能看见，只能让前排的观众蹲在地上，很委屈的看完了这个见面会。爱是平等的，这样不把粉丝当人看的行为败足了好感。准备不充足到了这个地方，也真的是让人怀疑哇唧唧哇是不是一开始就是没打算办这个活动。2019年1月12日，女团火箭少女101在上海举办演唱会，这场演唱会舞台造型再现，演唱燃炸全场，团魂满满，现场粉丝热情高涨。在上海演唱会结束的时候，小姐姐们还在说19号广州见，一切都进展十分顺利。结果第2天官博就撤掉了广州演唱会的演出日期，这波操作引发各个平台粉丝议论纷纷。对此，官博也发布了声明，声明中说明了原因是演出时间临近春运，全国各公共交通系统客流压力增加，延期时间待定。春运每年都有，更何况别人的广州演唱会都能照常举行，怎么这样敷衍的理由
路人都看不下去，更别说粉丝了。让粉丝无语的是，19号的演唱会14号下午官方才发布消息说是要推迟，很多人都已经订好了机票，订好了酒店，退订机票酒店的钱，应援花的巨额还是要自己买单。这样三番两次的溜粉行为，成员的口碑好感度下降不说，粉丝的热情也总有一天被消磨殆尽。抛开公司的溜粉行为不谈，舞台你做好也行呀。对于舞台也是各种问题频出，各种设备什么耳返、麦克风出问题的状况屡见不鲜，造型服装全程不在线，季节决定成败。虽然这些仅仅是舞台上的小问题，但也会粉丝一种自家爱豆不被重视的感觉。除了哇唧唧哇的运营问题，小姐姐们在原经纪公司和运营公司之间来回拉扯，限定女团的实力和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，资源分配不公平，有的成员成团后没有什么存在感，甚至有些在团成员还比不上没有成团人的曝光。在团体解散的毕业典礼上，粉丝们也没有追不到一个合体的机会，李子婷因病缺席，广大团粉遗憾不已。解散之后，成员的发展也不尽人意，没有资源，缺少曝光，人设崩塌，小三风波。火箭少女101的遗憾让人唏嘘不已。目前国内没有解散的3个团体，硬糖少女303、Into One、X-Form 又是什么样的境遇呢？硬糖少女303作为鹅厂的亲闺女，起点很高，但发展却很一般。团体本身的成员位置存在是不合理的。正常情况下，一个团要有 rap、主唱、舞担、门面，但是硬糖少女303本身就只有7名成员，却有希林娜一高、陈卓璇、王艺瑾、郑乃馨4个主唱，一度被调侃是一个合唱团。整个团体没有跳舞 rap 特别拿得出手的。C 位出道的希林娜一高作为 vocal 唱歌实力，观众还是十分认可的，个人风格在团里也是比较突出的。出道后的资源也不错，参加了一些音乐节目和综艺，但是远远还没有到出圈的程度。赵月是标准的爱豆出身，在团里的自制综艺中，综艺感可圈可点，但是这个综艺本身却没有什么热度。王艺瑾出舞台的时候，凭借着甜甜的长相，唱了一首甜甜的歌曲《喜欢你》，在营里迅速出圈，辨识度极高。但出道之后，唱歌方面比起希林娜一高并不出色。陈卓璇凭借《陈情令》阿金一卷，演技受到大众认可。爆裂舞台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舞台表演出圈。郑乃馨作为在中国出道的泰国选手，甜美可爱，出道后也做了创造营的助教，但是因为语言沟通障碍，基本上没有什么露脸机会。刘些宁以前在韩国出道过，舞蹈能力很强，爱豆的标准应该就是她本身这个样子，但是国内的爱豆市场刚刚打开，不够成熟，所以施展的空间不是很大，但颜值很加分。如果演技过关，应该会有一定的发展。张一凡本身气质出众，出道后遭到了很多谩骂与质疑，演过一些小角色，背靠时代峰峻这棵大树。虽然公司很强，但张一凡属于影视部，时代峰峻影视方面远远比不上爱豆运营。就目前团体和成员发展来看，硬糖少女303属于高起点低发展。Into One 和硬糖少女303一样，鹅厂的亲儿子，是国内唯一的国际男子演唱组合，但也是这个国际限制了自身的发展。团内一共有11个人，但外国选手就有5个，占了将近一半。单语言不通这个问题，5个人的发展前景就被限制得死死的。其他成员 C 位出道的刘宇，粉丝热度还不错，在团期间资源还行，唱歌跳舞都会，本身宣扬的就是国风。如果能将国风这块将继续坚持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很不错的。林默养成系偶像，在众人的目光中长大，自身很有才华，舞台上魅力十足，但相比较其他养成系来说，林默的发展并不是那么出彩，原公司也不是很有实力，好在自身实力比较抗打，有这一颗有趣的灵魂。林默综艺效果很好，往综艺方面发展会很吸粉。博远实力型选手，靠着自己的坚持，终于被观众所看到，但是始终缺少了一些运气。年龄也好不占优势，吸粉能力也不是很强。张家元哇唧唧哇艺人，公司背景强大，本身吉他实力很强，唱跳和其他人比起来弱了一些，和林默一样，性格很圈粉。周柯宇颜值很高，唱跳演戏都不错，嘉行的艺人往影视方面发展的可能性很大，需要一个出圈的角色。刘璋 rap 担当，有创作能力，这是其他人不能比的，以后应该也是一个很强的 rapper。综上所述，不论是团的发展还是个人的发展，都一言难尽。
X-Form 因为某某事件匆匆成团，成团后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合体。虽然国内的爱豆市场还不成熟，业务能力也比不上韩国，但是近年来选秀节目的出圈，一定意义上也是在说明，也是有可能发展起来的。相信我们也会慢慢发展成熟，形成属于自己的市场，一切皆有可能。